后周世宗柴荣是历史上有名的帝王，正史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不是一代英主就是雄杰贤主。柴荣自己也非常自信，曾说要以30年的时间来平定天下。然而就在柴荣继位的第6个年头，上天无情地收回了他的生命，连带着终结了他未尽的事业。那一刻他的北伐正在进行，而且连战连胜，仅用40余天便从契丹人手中收回3州3关，却在关键时候突然患病，只能收兵返京，随后去世，年仅39岁，真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关于柴荣之死，正史中几乎都没有提及具体的死因，仅含糊地称他生病了。但一个有能力且有志向改写历史的人物，一个原本可以创造秦皇汉武一般功业的人物，却在当打之年骤然离世，千百年来总让读史之人扼腕叹息。人们需要为这谜一样的死亡找到一种解释，其中最大胆的一种解释辩称柴荣死于外星人诅咒或感染了外星病毒。为什么会有这么离奇的解释？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又是什么呢？柴荣死于外星人诅咒和病毒的说法看似无厘头，但并非空穴来风，其源头还挺久远，来自北宋末年王志的笔记。根据王志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王溥曾经观测到异常天象，认为天下将起大祸，不仅他自己将离祸，连后周世宗也不能幸免，于是火速向柴荣禀报，并邀请柴荣一起观看此异象。当天夜里，柴荣跟着王溥出了皇宫，一直来到开封北部的五丈河边。半夜过后，王溥指着河对岸说：“陛下看见隔岸像鱼灯一样的火光吗？”柴荣果然看见远远的天边有一点火光，但那火光随即快速移动，越来越大，到了对岸已经有车轮那么大了。最奇怪的是，火光之上还站着一个看起来仅3、4岁的小孩，用手指着他们。王溥急忙拉着柴荣说：“陛下请下拜。”二人跪拜后，火轮才逐渐离去。王溥最后哭着说：“陛下已经看到了，我也没什么说的了。”此事之后没多久，王溥在前任宰相李谷家做客时突然病故，而柴荣也在北伐幽燕途中病死。由于二人的死均如此突然，有些人便发挥想象力进行脑补和解释，称那天夜里王溥和柴荣看到的火轮其实是一架飞碟，火轮上的小孩则是外星人。二人显然受到了外星人的诅咒或病毒辐射，才相继在短时间内离奇病亡。实际上，我们看王志的原文就知道，这种外星人猎奇式的解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王志写了王溥、柴荣相继而死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兆，夫其偶然。”原来王志写这个故事的根本目的是在为宋周政权善变的合法性站台而已。后周是木德，火生木，宋朝自然是火德，火轮中的小孩就是火德之化身。由此我们可以稍加推测，王溥带柴荣观看火轮小儿的故事极有可能是宋朝的都市传说。若不是王溥与柴荣相继离世，赵宋代周便不可能发生。对宋朝统治者来说，这绝对是老天保佑的结果。既然柴荣和王溥不是死于所谓的外星人诅咒或病毒辐射，那么他们是否死于王志所说的宋朝火德兆兴的冥冥天意呢？10载，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某日经过后周遗留的功臣阁，恰好一阵狂风吹开了大门，一幅后周大臣的画像映入眼帘。赵匡胤赶紧整理衣冠后，毕恭毕敬地对着画像行礼。身边的人对此感到不解：陛下贵为天子，为何要向前朝的大臣行礼呢？赵匡胤指着自己身上的龙袍说：“这个人若不死，这身龙袍就跟我没关系了。”原来赵匡胤看到的是王溥的画像，后世史家对王溥评价极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溥便是5代时期的诸葛亮。王溥若在，必然可以制约赵匡胤的野心，乃至挫败其篡位夺权的计划。赵匡胤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出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的话来。可惜王溥死在了柴荣前面。显德6年3月15日，王溥前往拜访前任宰相李谷，二人正在交谈时，王溥突然晕倒，随即离世，享年54岁。抛开科幻，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王溥极可能死于突发心脏病或脑溢血。下葬之日，柴荣亲往祭奠，多次大哭。如今雄才大略的柴荣痛失臂膀，但很快
他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王溥病逝14天后，柴荣北征契丹，一路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将丢失的燕云16州收归国土。然而仅仅半个月后，柴荣突然生病，而且是一病不起，只能下令撤军。而燕云16州还要再等300年才会被明太祖朱元璋收回。根据宋人徐度的《却扫编》记载，柴荣返京途中曾在澶州停留，这期间只有他的妹夫张永德获得召见。群臣便想通过张永德劝说柴荣尽快返京。他们告诉张永德说，如今天下未定，京城空虚，四方诸侯无不希望京城有变。澶州和汴京相距甚远，如果不迅速返京稳定人心，却在澶州逗留，万一出现意外事件，可怎么办呀？张永德觐见柴荣时，将这番话复述了出来。柴荣知道张永德一介武人，说不出这些话，便追问道：“谁教你说这些话的？”张永德回答：“这是群臣共同的愿望。”柴荣听完也不再追问，只是自己喟叹道：“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啊，但你居然不清楚朕的意图。”柴荣在澶州逗留的意图究竟是啥？史书并无记载，我们只能略加猜测。考虑到柴荣撤军之时，他还命侍卫都指挥使李崇进继续出兵北汉，可见即使生病，他也没放弃继续北征的想法。他不愿尽快返京，或许是希望在澶州待病情好转之后重新出兵。所以当张永德代表群臣催促他尽快返京时，他会失望叹息。如此我们可以推测，此时柴荣虽然患病，但至少他自己认为并不致命。在被群臣催促后，无奈之下的柴荣终于在当年5月30日回到开封。随后柴荣立即收回张永德的兵权，升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这项重大人事变动的原因是柴荣听到了一则传言，点检做天子。作为禁军大将的张永德首先遭到怀疑，因而被解除兵权。于是在一个来路不明的传言的助攻下，赵匡胤作为最大的受益者，成为了禁军的一把手，为其后来的黄袍加身埋下了伏笔。最终点检确实做了天子，只不过不是张永德，而是赵匡胤。历史总有些让人笑不出来的幽默感在里面。与此同时，柴荣病情恶化，已经有所预感，在准备继承人和自己的后事。仅仅返京的20天后，39岁的柴荣病逝。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柴荣之死跟王溥之死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王溥是猝死，当天发病当天去世，柴荣的病则经历了一个长达40-50天的病程。由于后周的史书是由宋朝完成的，因此宋朝史官的首要目的是将柴荣之死与天意挂钩，以此证明大宋开国是上天主义。毕竟柴荣乃一代明君，人品与能力几乎无可指摘，但在其死后次年便发生了宋周政权善代，这如何解释得通？史官们的做法是诉诸天命，在史书中宣扬君权神授思想，皇位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非常人所可及。以此一方面突出柴荣之死象征后周的衰亡，另一方面则用以粉饰被天命选中的赵匡胤代周立宋的神圣性。回头再看赵匡胤对着王溥画像行礼，然后说出此人若在，朕当不了皇帝的情节，你还以为他只是在对王溥的才能表示敬重吗？显然不是，他更多的是在表达王溥的死跟宋朝开国一样，都是老天安排好的，天意注定，而非我使用了什么权谋，更不是我欺负什么孤儿寡母。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柴荣之死的解释，还是对王溥之死的解释，都只是朝代政治的需要而已。至于他们死亡的真相是什么不重要。关于柴荣之死，宋代人讲天命，讲政治，就是不讲真相，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巨大的疑案：柴荣到底死于何种疾病？我们可以从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来寻找柴荣的死因。查阅史记发现，北宋杨毅、杨文公谈院、王拱随手杂录、惠洪林间录以及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记载柴荣死因时，均说柴荣乃死于痈疽发作。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应该对这种病不会太陌生，古代有好几个皇帝感染过这种病，有些还因此毙命。比如汉文帝刘恒，宠臣邓通还经常为他吸出疮上的脓血，这都下得去嘴，说明对皇帝是真爱。后来汉文帝问邓通，这天底下谁最爱我呢？邓通当然不会说是自己，便故作精明地回答，
没人比太子更爱您了。到太子来探望汉文帝的病情时，汉文帝要太子为他吮吸疮上的脓血，比邓通还爱我的人，肯定吸得比邓通好。太子虽然强忍着吸了脓血，但面露难色，被汉文帝看到了。人家邓通吸得那么陶醉幸福，你咋这么不情不愿呢？此事让太子十分怨恨邓通。等汉文帝驾崩，太子继位后，邓通的下场就十分凄凉了。这件事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的皇帝只要生了庸居，太子为了表示孝顺，基本都会亲自吮脓。比如北魏献文帝拓跋宏患庸，皇子拓跋宏就亲自吮脓；唐太宗李世民患庸，太子李治也亲准之。关键是庸居是可以致命的。汉文帝终年47岁，史书虽未记载其死因，但一些史学家推测跟其所患的庸居恶化有关。那么柴荣有没有可能也死于这种貌似不起眼的夺命怪病呢？这些史料记载有个疑点，那就是这些作者都信佛，他们称柴荣死于庸居发作，目的并不纯粹。中国历史上出了几个以灭佛闻名的皇帝，柴荣便是其中一个。僧人不是生产，还不用内税。当僧人的数量超过正常比例时，一个国家就会因劳动力严重不足而被拖垮。柴荣在位时期，佛教过度兴盛，后周境内平均每个县有20多家寺院，寺院容铜钱造佛像，还造成了流通钱币严重短缺。于是柴荣继位第2年，下令大废佛寺。因为佛教信仰关乎因果报应，很多官员对毁佛心有忌惮，柴荣亲自带头砸毁了一尊别人不敢冒犯的观音铜像。他说，佛祖愿以真身救世人，如今牺牲铜像造福天下，肯定更加在所不惜。柴荣的说辞确实很有论辩色彩，也很有说服力。在他的推动下，最终废除寺院3万余所，6万多名僧尼还籍。灭佛是柴荣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后周走向强盛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历史上毁佛的帝王一样，柴荣也引起了僧人与信佛人士的不满和攻击。在他死后，宣扬因果报应无疑是最好的教育世人敬佛的素材，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强调柴荣死于庸居发作乃是遭受毁佛报应的史料记载。但抛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或许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先有柴荣死于庸居发作的事实，再有世人借题发挥，将其死因与生前毁佛进行勾连的故事编排。到此为止，我们总算对柴荣之死有了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想起这一路爬书史籍探求真相的过程，不得不感慨一声，对政治人物来说，他活着的影响力可能还没有死来的大，而比他的死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解释他的死。